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观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4月26日，在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独家洞察：中国电车激增让全球竞争对手望尘莫及，中国年轻人一代对国产品牌的认可度成型。3年疫情对经济的确产生重创，但同样被重创的就是境外汽车品牌。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再多待一天，就会发现3年前去国之际，国产电动车品牌除了比亚迪之外，其他品牌还是偶尔出现。而隔了3年后回来，街上国产电动车品牌已经是碾压式存在，普及式存在。尤其是新能源车，除了特斯拉外，几乎感受不到传统境外品牌的存在感。这种变化是恐怖的，但是非常真实的。这与过去1年多来的中国汽车行业数据完全一致。而这几天网传网友对上海车展的总结，也与街上的目测事实一致。境外品牌正在新能源车的领域与中国本土品牌出现断代式差距。中国年轻人一代的消费观已经稳固形成，对国产品牌的认可度也基本成型。国产品牌自身的提升也符合了年轻消费者的要求。而今天境外品牌对年轻消费者的影响力几乎不起作用，主要还是产品本身已经完全与市场要求脱节。最近外媒报道大众等境外品牌说要重夺市场份额，有些开玩笑了。中国经济在发生什么，不是隔住电话访问几个传统产业企业家能得出结论的。回国后看中国经济的兴和衰系列之2。本文作者施克尼，企业家，中国简报特约专家。美国和韩国承诺就核武进行合作。华尔街日报，美国和韩国达成了一项名为华盛顿宣言的协议，美国同意允许首尔在就可能使用美国核力量保卫韩国免受朝鲜攻击的磋商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以换取韩国承诺不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协议文本将于4月26日公布，届时韩国总统将前往白宫与拜登总统会面。新协议出台之际，朝鲜继续加强其军事、导弹和核武库。该协议旨在加强两国阻止朝鲜发动袭击的能力，并劝阻首尔不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州长寻变，蒙大拿州的 TikTok 禁令面临减速。华尔街日报，蒙大拿州州长要求修改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在该州彻底禁止 TikTok。这些变化将使禁令从仅适用于 TikTok 扩大到包括向外国对手提供某些数据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本月早些时候，州立法者批准了该禁令，但预计该禁令将面临多方面的法律挑战。州长 Greg Gianforte 此前禁止在所有政府发行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并敦促蒙大拿州的州立大学系统也这样做。该禁令旨在解决人们对 TikTok 的中文链接及其可能监视美国用户或散布宣传的担忧。新加坡警告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保持增长观点。彭博社，新加坡中央银行在其1年2次的宏观经济评论中表示，由于全球金融环境趋紧对需求造成压力，而中国的重新开放只会使旅游业受益，因此新加坡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报告称，不仅新加坡，而且全球的增长风险现在都倾向于下行。然而，尽管美国预计会出现技术性衰退，但当局仍保持先前的估计，即2019年该州经济将增长 0.5% 至 2.5% 不变。网易的 ChatGPT 竞争对手允许用户构建带有文本提示的应用程序。南华早报，中国视频游戏公司网易推出了 CodeWave， 这是一个由其大型语言模型 LLM 支持的应用程序开发平台，遵循微软支持的 OpenAI 代码生成服务 ChatGPT 的模型。CodeWave 隶属于公司 Digital Sail 业务，为传统行业线上化提供云、数字化等服务。该平台寻求利用可以创建新文本、图像或视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来改进商业智能服务和资产管理。虽然阿里巴巴和百度推出了类似的服务，但后2家公司已将其技术与其他产品结合在一起。到处都有潜在的地雷，逮捕记者显示，北京努力阻止与外国人合作。多伦多新报，
随着对人权活动人士、律师和记者的严厉判决继续发生，中国针对记者和哈佛大学前访问者董玉玉的案件被引用为中国试图阻止其公民与外国人交往的一个例子。董于2021年2月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当时他于2月在北京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董可能面临超过10年的监禁。董的家人匿名表示，他的案子向中国人和世界传达了一个信息，即试图了解中国会带来麻烦。董被捕之前，2名加拿大公民 Michael Kovrig 和 Michael Spavor 于2018年被捕并被判入狱10多年，以报复加拿大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中国称，台湾出版商正在接受安全调查。数据中心，中国当局表示，一家出版批评中国政府书籍的台湾出版商因涉嫌国家安全罪正在接受调查。八旗出版社总编辑在访问上海时失踪，人权组织和台湾记者在失踪后发出警告。评论员表示，他因出版活动而被捕，其中包括批评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的书籍。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华南地区对其媒体的限制更为严格。中国游客对出国旅游持谨慎态度。彭博社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中国游客今年没有计划出国旅行，31%的人根本没有出国旅行的打算。在考虑国际旅行时，对出国安全的担忧超过了财务和时间问题，被列为首要因素。2019年，中国出境旅游业价值2530亿美元，其回归被认为对全球旅游业至关重要。小马智行获准在中国广州开展无人驾驶机器人出租车服务。路透社 Robotaxi 创业公司 Pony AI 获得了在中国广州推出完全无人驾驶乘车服务的许可，使其车辆能够在没有人类驾驶员或安全操作员的情况下运行。该消息发布之前，该公司获得了在北京开展业务的类似许可，使其能够进入中国人口最多的2个城市。自2021年6月以来，丰田支持的 Pony AI 一直在广州测试此类服务，随后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近20万份机器人出租车订单。美国商业团体表示，公司因中国拘留而感到不安。日经亚洲，在最近一些外籍人士被拘留后，在华外国企业担心其人员和家人的安全。北京扩大反间谍法的计划加剧了海外公司的担忧。根据中国美国商会的一项研究，围绕美中关系的情绪也有所恶化，近1/4的美国公司正计划从这个亚洲最大的经济体转移。中国影响力运动的最新工具，社交媒体上的警察。华盛顿邮报，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的一份报告，中国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开展影响力活动，将美国描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网络大国。研究人员去年在 Twitter、Reddit、Facebook、中国平台新浪微博和在线论坛上发现了4000多条帖子，所有帖子都发布了相同的内容，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监视中国和其他国家。一些在中国平台上发布类似内容的账户显示了与当地公安局、负责警务和公共安全的办公室的链接。专家们一直在努力发现中国的虚假信息活动，并将其与隐瞒相关指令的政府实体直接联系起来。缅甸的邻国，一些东盟成员国就危机举行秘密会谈。路透社，来自缅甸、印度、中国、泰国、柬埔寨和老挝的代表以及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周二在新德里会面，作为旨在缓和缅甸军事冲突的 Track 1.5 对话的一部分。上个月，一家智囊团在泰国举办了一次类似的会议。本文的2个匿名消息来源之一表示，该组织希望让缅甸民族团结政府 NAG 的代表参与谈判。NAG 已被军政府视为恐怖分子。该倡议补充了缅甸唯一的官方外交进程，即被称为5点共识的和平计划。中国国家安全部长下令打击北京的间谍。南华早报，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在周一视察期间敦促北京国家安全局打击间谍活动，将中国首都列为打击渗透、颠覆和间谍活动的主战场。一信说，该机构的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并呼吁该办公室保守中国核心机密的安全。他的秘密部门很少透露所进行的检查类型。近期多起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曝光，中方强调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中芯国际支持的中国代工芯片制造商在上海 IPO 寻求14亿美元。南华早报，由中国中芯国际支持的绍兴中芯电子有限公司 SMES 正寻求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市科创板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中筹资14亿美元。随着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加深，
此次首次公开募股是中国发展国内半导体产业的最新举措。如果成功，该报价将成为今年全球最大的 IPO 之一，但仍低于 ADNOC Gas 3月份在阿布扎比 24.8 亿美元的 IPO。如果 IPO 成功，该公司的市值将达到385亿元人民币，56亿美元。拜登重申保护韩国免受核武器侵害的承诺。纽约时报，美国总统乔·拜登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9月21日的会谈中不会将重点放在解除朝鲜武装上，相反，拜登将重申美国的核能力将阻止或回应朝鲜的核攻击的承诺。美国和韩国官员表示，试图通过制裁和外交手段结束朝鲜核计划的尝试已经失败，现在的目标是遏制该国的核武库。韩国联合通讯社最近估计，朝鲜拥有至少45件核武器库存，高于此前估计的30件。随着美国对加密货币的打击加剧，币安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纽约时报，币安首席执行官赵长鹏已聘请 Latham 与 Watkins 的白领辩护律师，因为美国监管机构正在调查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洗钱违规行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对币安的商业行为展开了调查。来自美国监管机构的法律威胁可能会对加密行业的其他部分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每天处理数百亿美元交易的币安受到刑事指控，这些行业可能不会毫发无损。Toll 的回应是聘请具有政府资质的合规官员，而币安的美国部门正在设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直接游说国会。本田汽车与台积电合作，以确保稳定的芯片供应。日经亚洲，在近期芯片短缺导致日本汽车制造商生产放缓后，本田已与台积电达成协议，以确保芯片供应。除了促成合作关系之外，芯片短缺还促使本田透露，到2026年将在日本推出4款新电动汽车，并计划到2040年仅销售电动或燃料电池汽车，到2030年生产200万辆电动汽车。该公司还计划开发自己的操作软件，提供驾驶员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这些软件将从2025年开始用于美国的大型电动汽车。香港、中国内地新疆将于下周开通首条直飞航班。南华早报，中国海航集团的航空子公司乌鲁木齐航空公司将于下周3开始运营从香港到中国乌鲁木齐的直飞航班。航空分析师表示，这可能会增加中国在新疆地区的外国投资和商业机会。乌鲁木齐是中国西北部最大的商业中心，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城市。“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将经济连接成贸易网络的计划。乌鲁木齐航空公司表示，新航班将有助于两座城市之间的旅行，并将促进新疆地区的业务发展。中国反对台美防务和军事交流。多伦多新报，中国反对美台继续合作。此前有报道称，美国军方正在派遣军官帮助训练台湾同行。一个国防承包商代表团将于下周访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国反对美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军事或官方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在内战后于1949年分裂。作为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会晤的回应，中国随后以模拟打击台湾主要目标的军事演习回应了这些报道。中国进行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独立报，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 （James Cleverly） 警告他的同事们，不与中国接触将是软弱的迹象。在市长的复活节宴会上，克莱弗利表示，中国的参与对于解决诸如预防大流行病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洲际问题至关重要。巧妙地补充说，英国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保持坚定不移的现实，并且他不希望他与北京的分歧很快得到解决。他还敦促中国详细说明其军事扩张，并谴责中国的镇压，并承诺英国将继续强调维吾尔族人民的苦难。日本大使警告说，防止台湾战争的时间不多了。悉尼先驱晨报，日本即将离任的驻澳大利亚大使山上真吾警告说，澳大利亚和其他民主国家阻止中国对台湾发动入侵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大使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指责他的中国外长对他进行人格暗杀。他敦促澳大利亚不要忽视中国对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的风险。山上认为，应对中国带来的风险的时间有限，西方应在增强威慑力方面迅速采取行动。伦敦是如何失去其奢华王冠的？电报，伦敦有可能失去其作为奢侈品购物目的地的地位，高端游客希望在巴黎和米兰进行购物疗法。数据公司 Global 的数据显示，
虽然2020年初的数据显示，美国游客在英国的免税支出已反弹至大流行前水平的104%，但法国和意大利的同比数字分别为313%和243%。包括 Burberry、Mulberry、Harrods 和 Selfridges 在内的顶级零售商指责英国在脱欧后取消外国游客增值税减免的决定，他们将此举称为旅游税。取消免税购物也对伦敦旅游热点，例如开斋节的游客数量产生了影响。传统上会来伦敦的来自海湾地区的富裕游客选择了巴黎。人民币超越美元，成为中国最常用的跨境货币。彭博社3月，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首次超过美元。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本币在中国跨境收支中的份额从2010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 48% 的历史新高。相比之下，美元的份额从2010年的 83% 下降到 47%。同一时期，这些数字包括通过中国与香港之间的联系进行的证券交易，证明了中国减少对美元依赖的举措。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使用量的增加可能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结果，流入中国债券和流出香港股票的资金双双增加，而且随着其他国家寻求替代支付货币以分散风险。然而，人民币要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台湾军演聚焦反封锁。半岛电视台，台湾将于下个月开始使用计算机模拟进行1年1度的军事演习，重点是反击对该国的封锁，并保持其部队的战斗力。演习基于入侵台湾的威胁，将持续10天，包括民用机场、海军整合海、空、陆力量攻击敌方和2栖攻击舰，此外还保护海上通道和反击封锁。中国声称这个自治岛屿是自己的，一直试图在国际上孤立台湾，并将其总统蔡英文视为分裂主义者。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电动汽车革命需要更便宜的车型。报告，日经亚洲。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份报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电动汽车销量正在迅速增长。该报告补充说，进一步扩大将取决于提供更便宜的车型，其中许多车型采用2轮或3轮驱动。2022年，全球消费者购买了1000万辆电动汽车，其中 95% 的销量集中在中国、欧洲和美国。国际能源署将印度、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描述为显着的繁荣。中俄签署海上执法谅解备忘录。路透社，中国和俄罗斯同意加强海上执法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签署谅解备忘录。该协议在摩尔曼斯克签署，将共同努力打击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毒品和武器走私以及非法捕鱼。台湾第一季度陷入衰退，路透调查。路透社，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预计将在2019年第一季度进入衰退，因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台湾面临科技产品需求低迷。路透社对24位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预计 GDP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25%。这是因为出口在3月份连续第7个月下滑，政府表示经济低迷可能会持续到2019年第4季度。港交所首季盈利跳升 28%， 超预期。南华早报，香港交易及结算所 HKEX 公布第一季度盈利增长 28%， 原因是市场情绪提振，投资收益有所改善。这一增长是继港交所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季度之后，它在第4季度公布了 29.8亿港元的净利润。收入增长 19% 至 55.6 亿港元，超过分析师预测的 53.7 亿港元，表明香港交易所已从更广泛的活动回落和首次公开募股 IPO 低迷中复苏。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斯·阿古金 Nicholas Agusin 称赞该结果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季度之一，并保持积极态度，并表示他将继续支持全球连接计划。印度和中国淡化人口统计大新闻。金融时报，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一份报告，印度可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认为这2个国家的人口在4月份交叉，但需要印度提供更多细节。印度预计将拥有超过 14.28 亿人口，而中国将刚刚超过14亿。分析人士说，这2个国家的人口都是政治敏感问题。印度政府将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口视为一个问题，而不是印度 G20 大型经济体集团协调人阿米塔布·康德 Amitabh Kant 所说的机遇。腾讯加速投资海外游戏工作室。金融时报，据报道，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正在寻求投资欧洲游戏工作室，以实现本土市场以外的多元化发展。在北京最近取消对游戏行业的限制后，这家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打算收购或投资游戏工作室。
根据中国数据提供商 CHYXX 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腾讯占其国内市场在线游戏收入的 44%。然而，据说腾讯担心未来无法主导其国内市场，并试图快速行动海外。欧洲游戏工作室是腾讯的主要目标，尽管该公司仍未将海外游戏投资列为优先事项。2022年，腾讯的游戏业务占其1700亿元人民币和245亿美元游戏收入的 73%。中国复星放弃出售印度制药商 Gland Pharma 股份的计划。路透社据 ET-Now 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称，上海复星医药已取消出售其在印度制药商 Gland Pharma 的多数股权的计划。目前持股 57.86% 的复星医药和 Gland Pharma 均拒绝置评。消息传出后， Gland Pharma 股价上涨 0.8%， 止住了 28% 的跌幅。此前有传言称，这家中国制药公司在收到潜在买家的兴趣后，正考虑出售 Gland Pharma。韩国电池集团主导美国电动汽车市场，面临中国挑战。金融时报，韩国领先的电池制造商 LG Energy Solution、SK On 和三星 SDI 已成为北美主要的电动汽车电池供应商。据称，22款此类车型中有17款符合拜登总统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供应要求。韩国制造商专注于内蒙古 NMC 电池，与中国电池制造商生产的廉价磷酸铁锂 LFP 电池相比，这种电池成本更高，但续航里程更远且性能更高。然而，分析师认为 LFP 更适合大众市场电动汽车，而福特与 CATL 的交易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主导地位。在紧张的一个月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市值蒸发了1000亿美元。南华早报，4月份，地缘政治问题使中国股票在美国的市值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乔拜登总统计划签署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国家经济关键领域的投资，阿里巴巴和京东等公司因此受到打击。基金经理对中国股市出现的政策和估值问题感到沮丧，由于地缘政治风险， Union Bank Private 等基金经理已将中国股票从增持下调至中性。Meta 高管质疑 TikTok 的价值观差异。南华早报，Meta 的全球事务负责人尼克克莱格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批评了 TikTok。他认为，这家中国社交媒体公司可以轻松地在美国开展业务，而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则不能在中国开展业务，这反映出这两个科技市场之间缺乏平衡和价值观。尽管字节跳动拥有所有权，但 TikTok 否认它得到了中国政府或公司的支持。该公司因全球分析师和政客的监控担忧而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导致印度禁止它。分析师表示，美国可能会步其后尘。中国的习近平必须避免另一场政策引发的衰退。日经亚洲，中国202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5%， 超出市场预期，表明经济已从零疫情政策影响中复苏。然而，为避免再次停滞，习近平主席必须实施不扰乱消费者和企业的政策。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英国芯片初创公司在美国或中国看到了未来。彭博社，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英国初创公司 Pragmatic Semiconductor 的发言人称，如果英国政府不提供支持性半导体战略， Pragmatic Semiconductor 可能会将其业务转移到海外。该代表补充说，如果 Pragmatic 在国内扩张，它将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额度。这家生产可嵌入一系列产品的柔性电路板的公司可能会搬到美国，那里成功的 CHIPS 法案为半导体公司提供了资金和税收优惠。中国如何拯救普京的乌克兰战争？外交事务，中国卷入乌克兰当前的冲突主要是出于其在该地区的3大利益，这与中国希望维护其最重要伙伴俄罗斯的稳定有关，抵制美国建立其国际秩序形势的努力，并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英国金融时报研究部副主任爱德华·勒特瓦克 Edward Lutwak 解释说，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从冲突中受益，但如果俄罗斯开始遭受重大挫折，它可能不得不更正式地进行干预，这可能包括向俄罗斯提供致命的军事援助。这将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因为美国会认为这是一条红线，并以严厉的经济制裁威胁中国。Lutwak 警告说，它还可能使欧洲远离西方盟友，并使中国与美国直接对抗，将乌克兰战争变成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然而，如果中国决定走那条路，那将是为了延长战争，推迟俄罗斯的失败或加速俄罗斯的某种胜利。勒特维克表示，中国参战也将增加美国和欧洲的风险，并要求在乌克兰做出更大的军事承诺。
战后的经济格局将被重塑，无疑让中国有机会在乌克兰的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将自己定位为乌克兰的调解人和经济参与者。Lotwak 说，战争的结束可能是该国扩大与乌克兰和邻国的商业关系的垫脚石，并扩大俄罗斯等违反华盛顿规定的大国可采取的行动范围。无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秘密支持，包括无人机、炮弹和弹药，都不会为俄罗斯带来胜利，因为俄罗斯的军事领导能力、军队士气低落、克里姆林宫的战略思想贫乏，不是中国的物质帮助就能解决的。3月香港房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路透社，香港的私人住宅价格在3月份连续第3个月上涨，2月份上涨 1.4%， 原因是与中国大陆重新开放边境以及大量新项目推出提振了市场情绪。根据官方数据，上个月的涨幅是继2月份 2.4% 的涨幅之后。金融中心的房价在2020年下跌 15% 后，第一季度已回升 5%。预计4月份的交易量将在近期飙升后下降，部分潜在买家因全球市场动荡而望而却步。中原地产预计30与3月相比下降百分比。中国出现在共和党人工智能生成的攻击拜登的广告中。南华早报，共和党利用人工智能制作了一则广告，描绘了他们所说的如果乔拜登在2024年连任，美国将会发生什么，并以反乌托邦未来的叙述为后盾。该视频想象了胆大包天的中国入侵台湾，数百家银行倒闭，以及数万名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该广告显示为幻想新闻广播，其中旧金山因不断升级的犯罪和芬太尼危机而关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告诉 Axios， 周二的广告是该党制作的第一个 100% AI 视频。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和政策担忧，香港股市在4周低点附近徘徊。南华早报，据报道，由于投资者仍对中国经济复苏以及政策刺激的任何影响持怀疑态度，香港股市已跌至4周低点。恒生指数下跌 0.5 个百分点至 19,603.45， 周二也跌至3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香港股票或对中国有风险的公司首当其冲受到抛售，但美国银行的分析师警告说，欧洲基金经理对中国股市在不稳定的收益和看涨的估值中感到沮丧。中国912工程利用社交媒体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日本时报，据美国检察官称，据报道，中国政府有一组警察创建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以骚扰中国境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批评者。中国公安部官员被指控在 Facebook、YouTube 和 Twitter 等平台上参与针对美国居民的跨国镇压阴谋，其任务是使用虚假账户宣传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引发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恐吓中国政府的敌人，并削弱在国外寻求庇护的公众批评者。尽管如此，中国外交部否认了美方的指控。中国军事机密存在悲剧性误判的风险。英国半岛电视台，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呼吁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集结问题上更加坦率，并公开其集结的战略和意图。他声称保密增加了军事误判的风险。Cleverly 还警告说，任何关于台湾的冲突都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台湾已被中国宣称拥有主权，并且最近经历了战争演习的增加和一系列无人机渗透，并敦促对国家采取不干涉主义的态度。聪明的演讲还简要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成就，包括让8亿人摆脱贫困。在华美企对双边关系愈发悲观。彭博社，中国美国商会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正在对美中关系失去信心。超过 8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是悲观的原因，而在上一次调查中，这一比例为 73%。美国商会中国政策委员会主席莱斯特罗斯说，外交上缺乏进展影响了企业跨境经营的能力。此外，贸易和经济问题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和执法问题交织在一起，给企业带来了麻烦。美国企业五角大楼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教训。日本时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说，美国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特别是在与中国的潜在冲突方面，包括需要建立一个工业基地来生产弹药和太空创新。从乌克兰战争14个月的经验来看，国防部正在努力为武器制造商提供更多的可预测性，并已获得总统缩编授权，以加快向台湾运送武器。希克斯说，这场冲突也展示了美国向侵略者施加经济压力的能力以及情报共享的价值。随着经济反弹，中国消费复苏受到关注。彭博社，
中国的金融指标显示，该国经济在4月份继续扩张。彭博社的8个关键指标在1月份的无水平之后，在4月份上升了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许多分析师认为，2020年4月与2021年4月之间的比较夸大了中国的消费增长。评估出台之际，全球经济仍不明朗，失业率仍然相对较高。专家们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在2021年第一季度创1年来最快增速后反弹的可持续性。4460亿美元的市值蒸发后，中国股市抛售有所缓和。彭博社，由于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国股市在4月份的前几周损失了4460亿美元，但在逢低吸纳者出现在市场后出现反弹。香港恒生指数小幅上涨，科技股1周来首次上涨。沪深300指数仅下跌 0.6%， 而离岸人民币也从7周的最低点反弹。通过中国简报，随时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